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你的品牌在 Threads 上做自己就脆了哦，小心直接自己烧起来。好，那做品牌想要不翻车，真的是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在社群上怎么样，你不要太做自己啊。其实就可以避免 80% 以上的翻车危机。等一下你就看到各种那个血淋淋的案例哦。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我这个系列不讲大道理，只带你看精彩的商业案例跟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说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上。如果确实能增强你的声誉啊，你也不用谢我哦。永远记得善待自己的员工跟客户就好。好，那我就开始了哦。我上一集跟你讲了说台湾家具店准备要G了，因为淘宝来了。那这是我来讲说想在社群做自己错了吗？这是来跟你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 Lopi 啊，妈妈味迦南羊乳都翻车，想在 Threads 上做自己，先想清楚你是谁哦。我题外的话我先讲一下Threads THREADS 那在台湾的网络生态现在都被发音成叫脆就是吃起来很脆的脆，所以以下我全部都用脆来代称这样。我每次都遇到这个脆纠察队要念 Threads 不要念脆什么什么没读书什么不管反正就是讲脆，大家都知道好，那刚提到这个新闻内容是这样，就是在2025到2026期间，至少发生过3起品牌在脆上翻车的事故。都是有上新闻的你还有印象吗？来，我帮你一个一个回忆。第一个是日系超市 Lopi 的总经理删文事件Lopi 有没有去逛过肉皮亚嘛，我们都戏称叫肉皮亚嘛就是全部都卖肉的。好，那这个 Lopi 的总经理是怎么翻车他本来在脆上就靠着亲自用翻译软体拼命来回复网友，来博得台湾网友的好感然后他用的翻译怪怪的不是很知道，你到现在还可以去看他的脆，其实很诡异的感觉，就是他是写日文，然后可能就丢给 Google 翻译吧就这么直接也不是用 AI 翻的。现在 AI 翻译很厉害，还会照顾你的那个语感啊俚语啊等等有没的，那 Google 翻译哪管你这些所以你读起来有点人家讲机翻啊，就是机器翻译的那个感觉，然后就很日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发1-2句话那个点点点要那么多，点点点点点点真是非常抱歉呢你仿佛是一个超有礼貌的日本人在跟你讲脆这样。好，然后他的追踪数非常快就突破到6万人，因为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大家心里喜欢的明星级超市都卖牛肉嘛日本和牛非常有名总经理亲自下海来经营你留言他看得到而且还会按赞然后还有回你之类的大家觉得很新鲜，然后就去。好 OK 好，突破到6万人，然后今年5月翻车那时候是统一超商入股 Lopi 台湾事业部这我有拍影片来讨论这个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因为消费者就担心 Lopi 是怎样，你要逐渐统一化，是不是要变成统一的形状了？那就跑来问 Lopi 的总经理结果他在脆上写了一篇护航文，说双方是对等合作关系，不会改变初衷，安怎都安怎对等合作关系统一拿 51% 股权蛮对等你跟我说这个是对等好吧然后就很精彩这个在脆上的贴文没过多久就删掉了那不是对等合作怎么删文了然后就被网友各种嘲讽这样这还算是小烧而已。然后真正发生在全网炎上是什么时候？是过没几天他又写了一篇贴文说他觉得大批网友在谩骂他台湾很危险安怎都安怎，然后说要先送妻子回日本，自己留在台湾奋斗这样还发回去你活该嘛，这哪有这样讲话的然后就爆了，然后就被炎上，然后网友就各种赞他不手软的这样。你看划线的地方早安台湾今天安全吗？所以现在台湾很危险嘛各种嘲讽都出来，然后最后就怎样？最后那个玻璃心碎了一地他宣布在今年的7月31号，真的7月31号，这应该会说到做到吧7月31号他说他要关闭掉这个脆账号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还来得及去朝圣这个 Lopi 的总经理还可以赶快去朝圣，朝圣就朝圣了，按个赞或干嘛就好，就不要再酸人家了
我补充一下，他现在重心放在哪边？在泰国 Lopia 所以他的泰国账号是活跃的然后台湾的话已经放弃治疗反正觉得台湾怎么那么夸张？我发个文或干嘛真的我有去看他就拍一朵小黄花，然后讲说什么，反正风花雪月，对不对？这样也被骂。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翻车的品牌母婴品牌妈妈味妈妈味蛮有名嘛，也有很多那个实体门市。好，妈妈味怎么翻车的他就是拍了一支影片说，宝宝喝的奶粉含糖量高，长久以来容易造成过动安诺然后就被各种电了，一堆医师啊、营养师跑出来说，你在讲什么？好，接下来当然就是道歉声明那这个声明很精彩呢，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先让我笑一下。道歉就算了，结果在声明中直接点名雅培跟美强生这2个奶粉品牌。我靠，你道你的歉，你把其他人拖下水干嘛？就跟那个成龙在道歉说他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什么东西你觉得对方法务很闲是不是？然后现在那个影片呢声明你都看不到了，因为闹太大，被食药署要求下架，很夸张你自己道歉灭火，你把其他人拖下水，其他人什么奇怪关我屁事？就这样他不止法务要动作，然后其他网友不买账啊，其他网友就是你就道你的歉，你为什么要扯别人有没的。好，那第3个翻车的案例叫做迦南羊乳迦南羊乳比较特别迦南羊它不是自己翻车，是它的代操公司，就是你记不记得 FB 有流行过一阵子的职缺叫做社群小编当然现在大家都不请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社群小编代操公司。好，就是大家跟那个迦南羊乳大家就叫他羊编迦南羊乳小编的意思，然后羊编会跟他互动，然后大家觉得很温暖啊，很好笑啊，或者什么的，这品牌活生生的形象，那我再跟他互动这样。结果迦南羊乳有一天他的代操公司，你先听我说完他的代操公司就突然发一个公告，说那个迦南羊乳然后感谢客户的信任，他是迦南羊乳的代操公司，让他们可以有发展空间，怎样怎样，反正就合约结束就对，就烧起来了烧起来是怎样？就是吹上网友还说原来吹上面那个幽默风趣的羊编是代操公司那是欺骗我的感情然后羊编就连夜海巡澄清说，没有啦，我是迦南羊乳的人，不是代操的想办法挽回公司名誉这样。这你觉得有用吗这个就在赖上谈恋爱谈得好好的，然后就一直幻想说对方是一个长发温柔美丽怎样怎样怎样，结果线下网友见面一看到，我奇怪这个粗糙大汉这是谁啊就这种情节就对了。好，然后网友不买账就说玩弄人家感情这样，然后就去延上他。好，结果没想到一纸总公司的公告跑出来又把还在尽量在那边救火的羊编打回地狱。总公司自己发的公告的内容说，反正就是被解读说迦南羊乳力挺行销公司说外界在批评都是抹黑啊，然后扬言要提告啊，然后安娜都安娜的。那网友就是哇嘞我讲2句你要告我是不是？疯狂倾巢而出就对了。然后又被神通广大的网友扒出说，羊编好像被弄掉了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一个8点档，看了就是又好气又好笑，奇怪这是什么东西？你如果那时候有华萃的话，我告诉你，你的萃的那个河道上应该都是这个什么各种寻找羊编大作战，这个羊编什么隐姓埋名什么时候被处理掉，反正很好笑就对了啦就焦点整个都被模糊掉。好，那3个翻车事件我跟你讲完了，接下来我来跟你讨论说，那经营社群有没有不翻车的办法到底是怎样我接下来就来讨论说大家都知道要做社群大家都知道要有讨论度，好，那要怎么不翻车啊？现在变成2面刃，你知道，我一方面想要在社群上获得大量免费的转发分享曝光可是就很怕，就不知道我今天这个确认我这个 po 文给它 po 出去，我会不会等一下我就翻车了非常的夸张那至少说我们来降低自己翻车的几率这样好，来先说结论要经营社群然后完全不翻车的状况真的怎样很难很难，真的。我甚至可以建议你你就是直接预设说
如果你要经营脆的话，你必定翻车，未来必定翻，什么姿势不知道，但是一定会翻的，真的。我讲一句话，看你会不会认为听了心里比较舒服，就叫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反正就这样。我建议你你可以先把那个公关就叫我来开会然后你就先把那个道歉函，你可以针对各个事件你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翻车花式翻车的话，你就问 AI 说我的品牌是做什么的商品或服务，那我现在要经营脆，那如果未来要翻车的话，我可能会是怎么翻车？好，然后他就会各种翻车的情况列给你之后，你再一题一题请那个 AI 写那个道歉文，你先写好，你知道，你最好就是做到这种地步，不然怎么办？好，先写好，这种就是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所以我是建议你就是那个道歉文先写起来，我告诉你真的有差你先准备起来。你说我公司没有很大，我请不起公关公司或什么，不是那个问题，你现在可以问 AI 那直接请 AI 整理一个到时候道歉要发的那个道歉文就可以了，不然会怎样？不然就两种情况，就是你第一个你翻车，你被延上了然后往往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你的朋友跟你讲，好，然后你就气急败坏冲上去跟他吵架，你知道那只会翻得更厉害而已。好，所以那个平时道歉文就留起来用，就等着翻车，不然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说我现在乱回好像也不恰当，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先沉默一段时间，你认了对不对？你就是这样不敢讲话了你看都有问题所以及早准备了都要经营社群的人怕什么？就是一定会翻车了那甚至道歉影片你都先拍好吧，不然怎么办？那我还是可以跟你分享两个经营的很不错的品牌账号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来，第一个是蚵仔煎洋芋片你有吃过吧？一定有吃过吧？我们那个台湾长大的通通都吃过吧它就长这样。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他的自我介绍写什么？他说老板说我嘴碎会引起公关危机，所以只准我说蚵仔煎洋芋片。好，就这样，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然后他不管发什么文或去回人家的文全部都是只讲这6个字。你看这张图，我框起来的地方，蚵仔煎洋芋片，荒谬，超级荒谬就是这样你怎么戳他，你怎么弄他，他就是跟你回这6个字好这样是要怎么翻车？你看这篇的浏览次数到多少？80万次什么东西？所以这种操作就是另辟蹊径也 OK 那我也建议你说，你不要想说你可以照搬，你知道，你照搬就老梗，人家就说你没梗因为人家做过了，你再做一个就不会有它的效果，就对了。所以你这个经营社群真的是，你要讲这什么？这叫天分吗？还是什么他怎么有办法就发6个字，然后获得80万？什么东西？然后整个就看起来非常的荒谬，这样。来，就是因为它的荒谬所以才大家传着看。反正你怎么戳他弄他，就会跟你回这6个字，其他的一概不讲，这样。OK， 好，那我来分享第2个脆的账号 Netflix， 就是看影片那个。好，来，最近他们有上映叫《铁拳教育》，非常非常的红你有看过吗？蛮好看的，然后也呼应很多台湾的校园的霸凌事件嘛。我朋友一天把8集看完。好啦， Netflix 当然想要怎样，再蹭一波流量。怎么蹭？他不是直接发铁拳教育的什么行销 po 文什么什么我给你个正义铁拳之类的而是他发了一篇这样的贴文来，你看，你看得懂吗？用极道先师的画面这是一部剧，极道先师的画面，什么3年低班毕业20年后有长进了吗？好，极道先师是以前也是很红的那个电视剧然后就用这样子来蹭。好，他蹭到多少？38万次的浏览，这很可以了吧？曝光38万次而且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人看了这个贴文以后，他就讲跑去复习极道先。像我们没有看这个剧的人就会说这什么东西但是以前很着迷在这个极道先师这个剧的人，一看就觉得有共鸣所以他就怎样，他就会跑去 Netflix 上去复习这部电视剧。然后你去看他的账号他就是用 Netflix 影片里面的画面来各种蹭时事的而且都有蹭上这样所以这样要做要翻车真的是有点难就自己蹭自己嘛除非他蹭的那个时事就是自己翻车的时事。好，再来你要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法如果你看到这边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订阅，也欢迎直接加入我这个频道的会员，让我有动力做出更多更精彩的长片。好，
回到正题听完刚刚上面这2个案例以后，我知道你又要讲了。我讲的这2个案例，一个是华源食品家大业大，另一个是 Netflix 国际等级的大公司他们自己可以养那个小编那不是养一个人他可以养一整个部门安诺多安诺。可是我就小公司啊，我就没资源啦来，这个我都帮你想好了，那你应该怎样？你应该用 AI 呀，AI 我不是教你直接把 AI 生成的东西直接拿来贴文为什么？因为又会翻车这个还真的会翻车然后翻车以后你跑去质问那个 AI， 他只会跟你来个无足轻重的道歉我真的很抱歉，你是对的然后怎样怎样好，那来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把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个翻车案例或是你自己收集的翻车案例或是你品牌守则等等的东西，你就丢给 AI， 然后怎样你叫他去审核，真的你发文之前你可以叫 AI 去审核你要 po 文之前你就问他2个问题来记好了。第一个问题是帮我做一份社群发布前的风险评估。第一，这篇贴文是否符合我的品牌守则？第二，这篇贴文有没有可能重复过去翻车案例的错误问完之后你再问第2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甚至我会建议你你就是先问这个就对了。好，那 prompt 就提示词啦是这样。好，请针对下面这篇贴文，就是你等一下要 po 的贴文你就贴给他，从反方攻击的角度分析。如果有人想酸这篇文要骂这篇文的话，攻击发文者的立场与可信度，他可能会从哪些角度下手？我跟你讲，这个 prompt 是厉害的。为什么？因为很多言上就是意外啊，他根本不知道我发这个东西会惹到谁，完全不知道，你知道。最容易踩到的坑就是政治，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性别性别议题，还有一大堆有的没的你说那个素食不好吃，靠，又被炎上又被进攻之类有没的，很夸张啦所以你让 AI 来扮演这种千方百计就是要叼死你的这种酸民然后来看看会怎么翻车。等它列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干，原来我的贴文这么好打这么多漏洞那你就去修修改改缝缝补补，这样做能怎样？能显著降低你翻车的风险。我跟你说，记得不要直接用 AI 生成的内容你就给它贴上去，不然你就会像这篇新闻一样，你看照样翻车来，标题我念给你听：我是台北人翻车，贴文忘删 AI 指令，网直呼露馅了。你看，对不对？就是他直接生成内容，然后忘记删指令这样今天如果你是品牌账号翻车，你只要翻一次，我跟你讲很麻烦。麻烦在哪里？麻烦在网络是有记忆的那你过3年5年以后你要做什么，人家都拿来考古就对了。翻车一次，你日后灭火的成本会非常的高。所以千万小心啊。然后永远记得一句话叫人在江湖飘，怎样？哪有不挨刀？你要做社群就是这样，尤其你要经营这么凶狠的脆，祝你好运。最后我跟你分享说你可以学到什么那这集讲的差不多了，那我来跟你讨论说看完这集可以带走哪些东西。不要说你跟我讲那么久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记得好，我要跟你分享的是还是那个古人的智慧叫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再说一次，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大家应该比较知道第一句嘛，逢人只说3分话，它有后面未可全抛一片心简单说就是你就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这个我相信非常多老板都知道，也都身体力行。但是很奇怪很多人，我不是讲你很多人在网络上就突然放飞自我，好像2个人格你知道，就怎么嗨怎么蓝，然后就一直跟人家乱站来站去，这样到处留言到处引战。这我不用举例了，你一定也看过，就是品牌被赞的时候怎样，小编忙着灭火，结果老板在那边火上加油。这个加油不是加油打气的那种这个老板等于是亲身抱着一大桶汽油然后整个人给他跳进那个火坑里面，就这样那你就眼睁睁看那把火从一个小火苗就轰的一声直窜天际，一发不可收拾本来只是几个账号不高兴而已然后这个翻车翻起来可以烧到全台湾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社群行销的时候，我真的是建议你要
时刻记得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再来就是你要先请 AI 帮你就扮演酸民来攻击你啊，你看看你有多好攻击，你有多薄弱这样你也不要想说什么真诚是最强的必杀技，真心无敌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么直白啦我在网络上就是要打造最真实的人设啦，我就是要做自己啦你就上头了嘛你上头你就是会被爆你就是会翻，这看来还不够多吗？所以真的是保重，你这个老板你想要做自己 OK 随便，但是你今天如果是经营一个品牌，你用品牌来经营，那你肩膀上扛的不是你自己个人的喜好而已呢，你扛整间公司同仁们的生计呢结果你晚上喝点小酒，然后看到人家酸你的品牌，你去跟他站，不是这样中小企业老板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以为你自己孤身一人而已你肩膀上有整个公司那这么多同仁他们的家庭等等的，所以我也不是跟你说你要打造虚假人设，没有，你还是可以本色演出，只是你在讲话之前要先过大脑真的你发文以前你至少问一下 AI 我这样讲会不会出事之类的让 AI 来扮演酸民攻击你，真的花式攻击到你根本想不到还有这么夸张的角度就有好啦，讲完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也欢迎你底下留言，你的留言我是都会看看你有听过什么哪些精彩的翻车案例，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看看怎样比较不会翻车那你的留言我都会看然后我这个频道有开通 YouTube 频道会员的功能，我要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与时间把节目做得更好，把商业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处或失败之处拆解给你看，失败我们就避坑嘛，成功我们就模仿嘛，电商偷你城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祝你生意兴隆祝你开车在外都刚好找得到停车位。讲八卦讲八卦一我刚刚影片不是有讲到蚵仔煎洋芋片嘛，对不对？大家都吃过吧小时候就有了结果反正你去查蛮好看了这个品牌故事，结果我说当初他们做的是广岛烧口味但是当时台湾的民众不太认识广岛烧，然后他就说是蚵仔煎口味就这样一炮成名至今。那我查到的公开资料是说2020年蛮久了2020年华远的营收20亿，其中有30%就来自这个蚵仔煎洋芋片，我靠这可是6亿，而且这是6年前你能想象吗？卖一个口味的洋芋片卖到1年超过6亿，什么东西？真的假的？好夸张好，那其他是什么其他来比方说真油味，对不对？这个小时候就有真油味，这个也是华远的还有什么波得多这些东西也是华远的。好，都是从小到大这样吃起来的吗？很常青我跟你讲这种品牌是厉害的呢，你不要想说这小时候就有了又老又怂，不是这样，人家怎样？人家用产品贯穿周期。我们现在创业，我们做个产品，我们干嘛？你能保证自己公司活过5年吗？不是都说5年有那个公司的那个生存率5年只剩1%的公司还活着人家这样是20-30年所以他的产品这样真的很厉害，贯穿周期。要创业就要创这种业，要做产品就要做这种产品，你知道换个方式讲给你听鳄鱼蚊香如果是你家的，你就是爽爽，对不对？那跟中生凤什么两样？要做产品就要做这种东西。好啦，就真有味蚵仔煎洋芋片这个小时候我们都在吃的，吃到现在我看那个亲戚家小朋友也还在吃，也很爱吃我看这2款应该就占据华远大概70%以上的营收，超级厉害。这么厉害，怎么没往海外出发嘞？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这样to B 威风凛凛像台积电世界之王。但我们台湾 to C 在国外真的是一片荒漠呢，在国外都看不到什么台湾的零售品牌这我是认为非常可惜还是要出海还是要出海。台湾就有这么庞大的销售额，那各个市场总会有喜欢这种口味的嘛那我个人是认为不出海是蛮可惜的希望他们可以往海外走，让大街小巷让那个一堆国外 YouTuber 就在吃我们的蚵仔煎口味。好，来八卦2，脆上的海巡文化海巡海巡署海巡又是新的词海巡是什么海巡就是说
就你现在登录是品牌账号，然后看大家在讲什么，看网络上什么，在脆上什么东西正在行，哦，就跑去留言蹭一下时事或蹭热度，哦，哪里有流量就要去哪里报道，哦，这就海巡。很多啊，不止品牌商啊，我跟你讲，相当多政治人物也在海巡哦。那你要做海巡，要有相当的媒体敏锐度哦。我跟你讲，媒体敏锐度哦，不然你又要延上又要翻车。你说我就不要乱发东西了，我就回别人的文，这行了吧？照翻哦。你要有媒体的敏锐度，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网感这2个字哦，网感，网络的感觉这样哦。那网感真的很难具体说明，真的哦。不过长时间都泡在网络上的年轻人哦，他一听网感就知道什么意思哦。那海巡哦，你要去回人家或干嘛，你要有网感哦，要有网感，不然哦会怎样？就是说你海巡成功叫做亲民，对不对？亲民的形象哦，那你海巡失败就叫不请自来哦，你又要被延上了，延上又是一个网络词嘛，就是大家在骂你的事情。像最近网络延上的事情有很多。那我看了一下那个流量比较大，就雅芳千金哦，然后泰雅嘎 AI 跟画家比赛他儿子的人像画事件一大堆哦，延上可以这样子讲哦，在脆上要经营声量是免费没有错，如果你就刚好就击中了哦，像棒球一样打中了，打进好球带的话，你真的是你就是拿出手机这样按一按哦，你就获得50万、80万、200万的浏览次数。都是免费的，你自己看那个曝光次数，你靠投广告你要投到多少钱啊？你这样按一按就有了呢。OK， 好，但网感是一定要有的，谁叫你在吹哦？网感这个到底要怎么解释哦？很像是日本人讲的那个读空气有没有？读空气这种技能，还有网络上的读空气技能哦，网感。如果你家品牌想要做这个吹来经营这个曝光播放有的没的，但不会操作的话，我告诉你，你务必要请年轻人来操盘。为什么？因为年轻人讲的梗，网友才听得懂，你知道？然后面对网络的酸言酸语，年轻人都觉得怎样？这个没什么，反正网络就是这样，一笑置之啊。但是啊，有非常多上了年纪的品牌创办人，他看到脆上的留言，我跟你讲，瞬间就破防，真的没办法。我现在看看，我都觉得脆就是用来吵架的，你知道？好，你现在看一个一世英名白手起家的创业第1代老板，然后他现在 OK 好，经营得很好啊，那公司上上下下对他毕恭毕敬，他怎么可能受得了网络上对自家品牌的嘲讽呢？酸言酸语啊，一下子就破防了。我跟你说，这就是网络时代经营策略上完全不同的环境，就是这样。不止脆啊，你要拍抖音影片也是一样都要有一个网感你要超级正经的，慢慢坐下来，慢慢讲话，跟上课一样，没人理你，你知道？要网感，都要有一个，你把它理解成幽默感也行吧那尽量用好笑去化解化解人家的嘲讽或是质疑，不然你就真的没完没了面对酸民的留言结果你自己是品牌的老板，你自己破防，你要怎样？要提告那你就真的再被延上一次。我看这个网感根本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什么代沟啦，真是代沟啦上了年纪的人经营脆，我目前的看法是什么？很危险非常的危险，请尊重专业。虽然在你眼里看起来不叫一个专业，就玩手机这哪里专业交给年轻人操盘，因为年轻人他们有网感，不然你要亲身上阵就是要正面迎战所谓的代沟这个魔王。年轻人操盘你家品牌，不是说他不会犯错，而是他可以发100篇翻车上了年纪的老板一发，人家一来留言，他就瞬间破防，马上跟人家对喷要告留言的人什么有没的，对，所以就会很可惜这样就明明是免费就可以得到海量的曝光的操作，结果你搞到延上搞到自己的品牌被人家挖掘出一大堆有的没的黑历史，这样得不偿失啦。所以网感到底是什么？你听我这样子讲，你到底是要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直接举一个具体的测验你可以自己练习看看。我想很久真的想非常的久。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测验可以直接检查出你身为一个品牌的经营者你可能有一点点年纪或是你就是创业的第1代，现在想着说 OK 好，不管你来测验一下你自己有没有所谓的网感如果有的话那你去经营脆，
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过关，你就可以尝试自己发文试试水温，然后跟那个来留言的人，然后互相搞笑之类的。如果不过关，我真的建议你就交给年轻人去经营去操盘，真的我不骗你。你的品牌翻车被延上，对我是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你知道，我就是在脆上又看到一个品牌翻车这样而已。我是认真要给你一个建议这我想超级久，你去试试看。好，这个网感测验就是你去 YouTube 找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叫哈哈台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啊，就叫哈哈台哈哈台它有一个很有名的系列影片，叫做上班时间各地的闲人反正就是上班时间会还跑到乡镇里面去你要干嘛之类这样。好，那像最新一集的影片是上班时间高雄旗山区的闲人。你先不要问这是什么东西，你直接去看这一集，你去看这个闲人系列，然后从头看到尾。好，然后你看看你自己看不看得懂，看不看得懂他们里面在讲的梗。如果你从头到尾你都笑不出来，就是说这什么东西，这几个年轻人在讲什么，这是到底在干嘛，那个旁白在讲什么你从头到尾都笑不出来，都没有 get 到那个点的话，那你就千万不要去操作脆，一定翻车，保证翻车。如果你笑得出来，而且你能听懂大概 80% 以上的梗那你就勇敢自己上吧，你是有网感的，我是认真的因为哈哈台的采访怎样，我今天不是找一个什么网络好笑影片，然后叫你看不看得懂，我特别是选这个哈哈台，是因为哈哈台的采访他会采访到很大量的什么在地的长辈这闲人系列的影片已经很照顾方方面面了非常值得参考。至少他现场不能惹那个长辈不开心嘛，然后再来是他播出后会不会被延上嘛，这些他们都考虑在里面。所以哈哈台的这个闲人系列是非常恰当的网感测验，我不骗你。真的，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看哈哈台的闲人采访的影片，就你从头到尾笑不出来那或是你看的时候觉得很尴尬，他们在笑什么那你千万不要自己去操作，一定会翻车，切记虽然我根本不认识你但我没有想要看到你努力经营品牌的努力结果怎样？顷刻覆灭在脆上，莫名其妙的酸言酸语，这种风浪之下，那就非常可惜。